算关键时刻，这礼拜四30号，所谓的川习会就要来展开了。在川习会之前，川普今天来到了东协，结果没有想到，你看到这个画面，在缅甸的 KK 园区，这个爆炸声，这个炸弹，它真的炸下去了。而这个，我们现在外界视为它是一个讯号，这个讯号可是让中南海的高官们，他是瑟瑟发抖。我们刚刚讲，现在川习他们都要打叫做台湾牌，但是对于川普来说，他手上还有一张牌，这张牌是鬼牌，让中南海人是瑟瑟发抖。想说是什么牌，结果没想到这牌一翻开就是他芬太尼王张志东。先前我们才讲到太子集团的陈志，他是专门做诈骗的，而且虚拟币他用这种方式来帮忙洗钱，甚至我们也有提到的比特币女王钱志敏也是洗钱，加上这一次被起诉的芬太尼王张志东，你就知道川普打的是把整个洗钱的过程、洗钱的账本、洗钱的流向通通抓出来。是抓谁的呢？当然是抓这一些中南海的高官们，他们到底在海外藏了多少钱？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当今天把这个所谓的钱通通找出来之后，大家会想问，川普有这么大的能耐吗？难道他手上真的会有一本所谓的红色金流、所谓的红色账本吗？志同，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我真的觉得从陈志到钱志敏到所谓的张志东，现在川普连续出招后，有一个国家接到了这个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你看到这个画面，吓死了！缅甸KK 园区，缅甸竟然给它炸了。但让我觉得更惊讶的是什么？缅甸不是中国的后花园吗？对，缅甸不是有很多的建筑物都是你中国造的吗？你直接把中国的东西、中国的资产都轰爆了。没错，川普示范了什么叫做全世界最有 power 的人。你看，在台湾，我们要这个诈骗集团没办法根治，对不对？就没想到川普说的，我直接把诈骗集团陈志给抄了，陈志的钱抄了之后，你看现在呢，我直接就进去 KK 园区。虽然不是他美国自己进去的，是什么？缅甸军政府说好，我们要整治 KK 园区，他们现在就开始把它爆破。攻进去，这个缅甸的军政府的这个部队攻进这个 KK 园区，那个 KK 园区出现爆炸，他直接炸的。对，那你想说为什么要这时候动手呢？赵和很简单，因为川普人就在东协，他人现在就在他前一阵就在马来西亚。这个缅甸动手之后，他人就在马来西亚参加东盟会议。那东协会议来说，我狼龙你家，你看，搞不好他这一次是要来督军的，说，你要给我这个 KK 园区给我剿灭啊，所以才会有这个剿灭 KK 园区这一出戏要上演。好，那为什么要剿灭 KK 园区呢？赵和，我们不是说吗？这个川普这一次来要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他们要谈什么？谈芬太尼，对不对？对。但我跟他讲，不是要谈芬太尼，我觉得他会出一张更大的牌，叫做习近平啊，你的钱啊，我都知道在哪里了，你要不要对我妥协一下？为什么这样说？你看最近英国跟美国还有墨西哥，他们抄了3个人。第一个，这个钱志敏，伦敦的这个号称比特币女王嘛，对不对？就是他，中国的妖姬嘛，对，骗了很多官员的钱，他是洗钱嘛，他50亿英镑被查扣。再来呢，太子集团112.7万枚的比特币我可以扣下来，100多亿大概200亿美金的钱我可以扣下来。陈志，你是诈骗集团，你跟福建帮有关。再来，现在更大咖出来了，越来越大咖，有没有？芬太尼王，你知道美国说芬太尼王，美国说什么？他牵扯的金额至少是4000亿美金。你看，从100亿到1000亿，那芬太尼王是什么呢？这个芬太尼就中南美啊，还有墨西哥所有的这个毒枭的钱呢，都跟你有关，我把它抓起来。好，我跟你讲。这一次牵扯到这个伦敦的这个英国，还有包括说美国，还有这个墨西哥，还有他在哪里落网？他在古巴落网，所以等于现在呢，你反正人到哪里，古巴跟中国关系这么好，你居然还放任墨西哥来把你逮捕，所以可见呢，现在呢，川普是我要抓你，我就可以抓你。那这是什么呢？照我跟你讲，现在我们可以确切说，英国跟美国已经掌握了共产党的红色钱包，你看这些都跟共产党会有相关，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什么？这几天的《泰晤士报》。《泰晤士报》有一个照片，你看这照片是什么？这个中国如何从英国避难酒店赚取数百万美金？他直接说，中国已经买了大概价值1900亿英镑的英国资产。你看他这个图，习近平他推车，对，然后在英国对购物车上面，你看机场啦、什么风力发电啦，一大堆都被你买的。所以告诉你什么？告诉你看，现在为什么要陆续出招？习近平跟川普30号要见面，可你看美国现在开始抄你的金库。然后呢，英国说我也知道你买这么多，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并下慢我拢栽啦。那我就跟你讲，这就要增添什么？增添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他手上
还有很多牌，就给习近平看。我们要讨论芬太尼这个，那你要不要讨论一下这个芬太尼网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才说，川普是准备了一张鬼牌，这个鬼牌就是红色资金你在哪里？所以世聪，我们刚刚讲鬼牌一拿出来之后，不仅习近平是中南海的高官，对，瑟瑟发抖，是，而且你看哦，包括陈志，包括钱志敏，包括我们刚刚讲芬太尼网张志东，这讯号一出来之后，你看到我们刚刚讲缅甸真的说炸就炸，而且这是什么？最有趣的是，我们知道那个画面非常惊人之外，它的炮弹竟然还波及到泰国去了。结果我心想，泰国一定非常气，你没事炸到我们家干嘛？对，结果泰国说什么？我知道，我都知道。对，缅甸跟泰国在玩什么把戏啊？玩什么把戏？就是老川人都来了，我们至少要把这个戏演完。我们要演好。对，什么戏呢？就是说我们要剿灭 KK 园区。我们刚才不是说吗？陈志不是，他是柬埔寨，当时美国不是说他很多这个诈骗园区嘛？对 ，KK 园区就是一个，你骗了我们那么多美国人的钱，我现在川普人就在东协，请问你要怎么办？他们当然就是说剿灭给老川看。所以你看这个画面是什么？现在是这个缅甸的军方开始进去炸毁这个 KK 园区，你看很多爆破画面都是这样。那爆破画面，它已经这个轰炸第3天哦，然后轰炸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 KK 园区里面有些人也是有武装的，对，所以它轰炸到这，你看现在这个相关的这个记者或者这个网络上抛出，就是说这都是从 KK 园区逃出来的。他们是手扛在肩膀上，对，行李箱要么是用拖的，要么是用扛的，对，这根本是缅甸的大逃难潮。对，没错。那他们说里面来说有非常多中国人，那你看这都是大概可能是还真用爬的。对，那后来的话是满地垃圾，这个地方大家都是这样。那怎么样呢？因为有些人是这样，因为 KK 园区，我们先给大家 KK 园区，KK 园区在泰国跟缅甸的这个中间。对，那泰国、缅甸中间来说，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炸的时候，听说还有很多这个废物啊，很多这个所谓这个弹药啊，或者很多这个东西飞到泰国这边。那泰国就说啊，没关系，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泰国一定会抗议，说你这个炸弹的这个破片什么来到我这边，他说没关系，什么意思呢？显然泰国跟缅甸已经这个达成协议，就是我们要把 KK 园区给抄了嘛。好，那抄了之后，我们就说他在泰国跟缅甸边境，那当然有河流。那你看这个河流是吧？有很多从 KK 园区出来的，要试图偷过的河流到泰国去啊，很湍急的，不要以为它河面感觉还好，对，下一秒钟那河水是把人直接给带走，对，你连命都没有嘞。对，很多人就你看这个人圈起来，就是人就真的就被冲走了。所以你看，事实上这个 KK 园区，你看如果他们知道，我跟他讲 KK 园区，你觉得他没有官方的这个，他一定跟缅甸军方有连通管道，跟泰国官方一定有连通管道。为什么你突然被炸？他们完全不知道。所以显然有一个更高的人呢说把它炸了吧？那是谁嘛？那当然是川普这个人都到东协，我就要看。你们到我朗东来个家哈，那你们搞个卡塞，而且你知道这次很有意思哦。那东协这些国家其实跟中国比较好，对。但是这次习近平是没办法到那个地方去的，是因为川普说我要来，你不要让习近平来。泰国他最近拦截了一个有60辆 Starlink 相关的这个设备，他就说这些设备，这 Starlink 的设备哦，他说这个设备呢要进入妙瓦底的 KK 园区哦，所以等于是你看他们马上就先把设备查扣了。好，那我们查扣了，你可以看到说之前来说的话，你看这是之前的屋顶，他们这个诈骗园区的屋顶没有任何的这个东西，对不对？对。你看下面什么？这一点一点白白是什么？不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装置啊。所以原本都没有，结果现在一点都是新链。对，没错，都是新链。那为什么要查获这些所谓新链呢？因为事实上这个缅甸就说，我们没有让他们使用我们的通讯设备嘛，对不对？那泰国也说我没有让他使用通讯设备，那他们到底怎么跟外界联系？他们就是用新链，所以你看，这就是马上你看。这个国防军这个马上就查扣什么30套这个太空探索，就是 SpaceX 的这个星链计划。所以你看，泰国跟缅甸都拼命的拦截，那就是什么起手式开始打出来了吧？打出来就说好了，我们要让这个诈骗集团没办法在我们这个 KK 园区里面做好。那因为川普人到这个地方来了，你看川普这样笑，你给我做给我看嘛。所以泰国跟缅甸马上就联手。搞了这个，赶快清剿 KK 园区这出戏。所以世聪，今天目前看起来，现在看起来，除了川普到了东协之后，泰国跟缅甸这场秀一定要演下去之外，第二个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芬太尼网。今天这一张鬼牌一翻出来的时候，大家吓死了，因为为什么？我们讲陈志跟这所谓的比特币女王，他们都是靠诈骗跟所谓的虚拟币过来帮这个所谓的中国高官过来这边洗钱。对，但是没有想到，今天连中南美洲，这个是中南美洲的这一种洗钱大王，对，今天竟然他也被抓了。对，没错，你看这是《纽约时报》，你看
中国芬太尼的毒枭王哥在这个古巴落网。王哥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张志东。好，那张志东来说，你看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他之前已经被美国指控他，就是说你是毒品交易的重要人士，然后跟墨西哥最大的贩毒集团有联系。那活动包括说像毒品的生产、走私，还有洗钱的一个状况。那他出生在北京嘛，所以他是跟中国关系非常好，对。然后从外表难看出他是这个贩毒的富豪，对。然后他有超过20个化名，包括说王哥，所以你看纽约时报说他是王哥，叫 Brother Wang 哦，还有这个南美佬，对不对？还有呵呵等等一些。你看到这一张下面，这里面都是他的画面。你看到这个叫什么？呵呵呵呵，还叫呵 Brother， 对不对？还有这些好多 Brother Wang、BW 啊，超级多，还有叫做 Henschel， 还有就叫 GG， 对，所以那事实上这些名字你不能乱讲，因为你乱讲，你有可能会落网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这就是他的，你看这是美国当初通缉他的，就是说你看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毒贩，到底有多少名字啊？那你看他现在被逮捕了嘛？好，被逮捕。事实上，你看他之前其实曾经被逮捕过一次，那当时被逮捕，他在墨西哥被逮捕哦。就那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就没想到他居然逃出去了。那逃出去之后他就跑了，跑了之后当时还被墨西哥总统说这件事情怎么可以让之前美国跟墨西哥遭到张志东的时候让他跑了？这个墨西哥总统说这是令人发指。对，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做了，你知道？他就有点像这个刺激1995，他去挖那个墙壁，这个囚禁房间的墙壁，慢慢挖，对，然后潜入隔壁之后就跑了，跑了之后跑到哪里去呢？跑到古巴。我们知道事实上，中国跟古巴关系是非常好吧，对不对？对。好，他跑到古巴，就跑到古巴之后，他原本要进入俄罗斯，对，就没想到他在古巴的时候，他进到俄罗斯，俄罗斯不是跟中国很好吗？但是俄罗斯说不行，不要来。对，没错，那他拘留说，北塞来啊，然后就把他遣返回古巴。对，遣返回古巴的时候，结果没想到，墨西哥跟古巴这个政府交换消息之后，就知道他在古巴，所以由墨西哥警方人士呢，就去古巴把他抓起来，所以才落网。所以呢，这个人张志东，你看，俄罗斯也不敢要，对，然后古巴也不敢要，对，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件事情来说，显然他们也知道这个问题大条，这里面已经谁要了，谁就会得罪川普。对呀，好，我们就讲美国说什么？美国说，你看，就是他的这个分销网络，他说张志东这个人呢，他透过这样，他进口到洛杉矶啦、凤凰城啦、芝加哥啦、纽约啦，还有包括说亚特兰大，他就说。这个把很多定点都有他的这个分销毒品的网络，然后他再透过这样把钱赚了之后呢，再汇回到这个墨西哥去进行洗钱，跟这个所谓的毒枭他们进行所谓分赃的这个状况，等于是说他不只有贩毒，他还从事洗钱，所以美国才用非常重的重罪把他抓起来。你看到哦，他张志东，他真的很强。为什么？你看到他有150家公司跟170个银行账户哦，他光这样每天这样转。天哪！他控制的账户竟然存入了2000万的美元。对，他这个洗钱网很大的。对，这是已知哦，还有不是透过他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事实上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洗钱管道。之前的《华尔街日报》报道什么？华人地下钱庄联手墨西哥贩毒团伙呢，巨额的这个毒资呢洗钱进入这个美国的银行业，所以他等于是说，他们现在要抓，就是除了我抓像这个张志东这些人贩毒，还有墨西哥毒枭之外，还有钱，我只要把洗钱堵住的话，赵尔没有赚钱的话，这个行业能够玩得下去吗？或许这就有可能就不会再做的一个状况。好，那华尔街日报还弄了一张图哦，这个图是这样子的，你可以看到他们就这样做。这是在墨西哥，对，墨西哥可能有这个分销工厂，然后分销工厂来说他们把它卖到这个透过很多人呢把它卖到美国去的一个状况。然后这是什么？从中国把这个毒品运到墨西哥来，那他们这个还有从中国这样子的状况，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就进行洗钱，所以你看他们的。送到墨西哥的过程里面有中国人，你看 China Brokers， 对，然后卖到这个美国之后呢，中间也有很多这个类似可能都是 China Brokers 一大堆，所以等于他们用这样，他们就等于墨西哥的毒枭，然后透过中国的这个管道来说话，从中国来的钱。还有从这个美国赚的钱，都是透过中国的洗钱管道把它洗出来，这很可怕。这等于是中南美洲，我们刚刚讲这么多的钱，对，都要通过中国的银行，是中国的国企，对，中国人在洗钱这里面，他们角色也太多了吧？这不是包罗万象，这不是美国乱说。你看，这是美国缉毒署说什么？这个中国洗钱业者已经承包了墨西哥贩毒集团的洗钱活动，用承包这2个字。好，那就说了，那美国有没有破获过？有，你看这个美国检察官就说，你看这个人
这个人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的车手这样。他说呢，他在80分钟内透过 ATM 存了24笔现金他等于是一起去存，然后存的话，当然美国去抓他之后，你看就发生了这个所谓车祸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知道他们抓过非常多人，那等于是说他们就用这个所谓在微信啊，在很多这个平台上面就说，我们可以什么换汇啦，还有跨境，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跨境转款啊，然后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很多人就会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他们具体怎么做呢？赵娥主要是这样子的，他们在美国赚了钱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用汇款的方式，就透过这些人。把钱呢汇到哪里？汇到墨西哥，汇到墨西哥去，或者是洗钱的方法到墨西哥去。好，那后来怎么，或者是说把它汇回到中国去？那汇到中国去的时候，那怎么给到墨西哥的这个贩毒集团？他们是说，我们就从中国呢把货品运到墨西哥，就是假装我跟墨西哥买商品嘛。对就是假设赵娥你现在在墨西哥，你就下单给我这样。但是我根本没有买，我的钱就给你了。对，没有，就用这样洗钱的方式。这样的话，你看，透过这样的方式，我在美国赚的黑钱，然后可能部分可以流到墨西哥，部分就流到中国去。流到中国去之后，然后再透过所谓的买卖假买卖的方式，就流到墨西哥。那这就是把钱从脏钱变成是清洁钱的方式嘛？对，所以他就说这里面中国就是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嘛。所以等于是你看为什么会是中国地下钱包了？因为他要从中国运东西过来，他的产业链比我们想的还要完整。他要买墨西哥的商品之后，才能够把钱运到墨西哥来嘛。所以等于是这就是他们现在的一个整个方式。那都被美国摸透透了。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我就说这美国一定有在操作？你看美国说什么？美国财政部就说，这个中国的洗钱网已经成为墨西哥，这是财政部说了向美国扩张的主要推动力他说过去4年，中国跟贩毒集团相关的可疑金额高达3120亿美金这个金额相当大。然后另外有537亿的美金呢，已经进入所谓的美国的房地产，他连洗钱洗到美国房地产去了。所以他们涉嫌3000多，你就知道3000多亿美金，这是天文数字，我的老天爷啊！当然，如果你算的话是9兆台币左右。所以你看，现在越抓越大咖。你看一开始抓的是钱志敏，对那这当时已经是2110亿台币，它有6.1万比特币。后来又抓了这个陈志。它是12万美的比特币，然后4兆了，4兆。好，就现在这个张之洞是4000亿美元，12兆左右。你看，从几千亿美金4兆几千亿台币到4兆到12兆，越抓越大咖。然后总金额来说，这几个加起来，4000多亿哇！那我就看，这就是那美国当然是爬梳了非常久，抓到这些人。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好像呢，你要当洗钱王都要有一个字。对，所以我可能要改名叫黄志聪。为什么？你看，钱志敏，真的，太子叫陈志，对，分代理王叫张志东对，所以人家说，这个好像跟中国也有关系啊，这是一个讯号吗？对，所以你要张志和，你也要改个名字这样一个状况。我不会洗钱的。对，好，那你知道事实上这就是这样。所以这更确定的就是，这一定跟中国可能有非常大的关系嘛。好，你看这个《泰晤士报》就说什么？他这个一个很完整的报道他就说你买了多少东西，他就说这个我中国跟香港呢有了资金呢来到我们英国，已经持有440项的这个资产，价值超过1900亿英镑，再折合新台币是7.8兆左右。然后呢，这个跟中国政府有关的实体在英国持有的这个资产大概是513亿英镑，折合新台币是2.1兆。你看他。查得多清楚啊！他还把，你看他这是《泰晤士报》它的附件他还把你看 The China List， 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框列出来。中国在英国怎么样去买，包括你的国有企业跟你中国人买的，我全部都列出来了。那当然，英国人比较在意的是什么？你买了我的基础建设，他就直接点名譬如说，包括什么？我们很多人去伦敦玩的时候都要降落到希斯洛机场，中国也持有了，真的。另外一个新克利角的核电厂，然后包括这个英国最大规模的这个泰晤士水公司，就水电，还有包括说他们的大型的这个天然气的配送网都被他买了。然后苏格兰最大的风力发电厂还有英国境内至少7座离岸风电，还有岸上风电的厂一大堆。然后甚至连这个他们的 Vodafone 他们的电信商，还有壳牌还有英国石油还有矿业大厂，还有阿斯特捷利康这个药厂一大堆，全部都被中国买了那么多。所以你看，那我就说，那这些钱从哪里来？这些钱我们也不排除说，当然有可能中国故意，比如说里面可能包含李嘉诚的资金还有很多中国的富豪的资金，那会不会有这个从海外赚的钱，然后流到这个地方去？你说洗钱洗到最后，他在英国买资产，然后现在全部都被揪了出来了。对，好，那这会变成什么呢？这个我就讲，事实上川普都一直在批评什么？
川普都说，哎，我们让中国很多关税赚钱嘛，然后中国有关税，中国这个占了我们美国便宜之后呢，用他们的钱来发展美国军事。好，那这会变成什么呢？变成是中国赚了美国的这个毒品的钱。赚了毒品的钱了之后呢，你洗钱的方式又到全世界去买各式各样的东西，增强你的这个竞争力，但是同时是摧毁美国人的健康。所以我来说嘛，这一次川普毫无疑问，他来到亚洲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习近平弄一张牌，分太你的牌，还有你在搞什么黑钱，其实我都一清二楚。国正，这样我们越听越觉得瑟瑟发抖。为什么？原来这都是美国跟川普，他是一连串慢慢来，慢慢来。我们前面讲到钱志敏，再是陈志，再是张志东。我心里想说，川普有这么强吗？他有这么聪明吗？他手上真的有把这一本账本全部都有握着吗？你说没有？原来这背后还有一个引武者。这个引武者，我们之前都有谈过。我想说，真的是他吗？竟然是赵长鹏。赵长鹏。他是最懂这些黑钱，这个洗钱怎么样弄的？他把名单真的都给了川普吗？所以中国流亡在海外这些黑色的资金或者是红色的资金都要非常小心的，因为川普真的使出大招了。他这2天把一个币安的创办人赵长鹏给释放出来了。对，他创办了全世界最大的虚拟货币的交易所，也是最大的洗钱者之一。所以川普这一次怎么说呢？川普说，赵长鹏并没有诈欺或者是明确的受害者，是拜登对他太严了，有点像政治破坏、执法过当、损害了美国的创新。所以赵长鹏无罪，他没事的，因为他不是诈欺，他叫洗钱，他要把钱洗出去，他没有受害者，因为洗钱哪有受害者，所以这不叫骗人，他只是违反了美国的法令在洗钱，所以川普就把他释放出来，而且川普还说，你知道吗？为什么要释放他？是因为有很多好人来请求，所以我赦免了他。那所谓的好人是谁？你知道吗？就是川普他儿子的朋友，跟川普考虑当他的好朋友，要当加密货币主席的律师，所以都是川普身边人。甚至赵长鹏还做了一件事情，是投资了川普的世界自由金制交易所的虚拟货币的业务，所以他根本就一来是去把川普的好朋友跟他儿子们都搞定，再来还投资川普的业务，甚至赵长鹏这一次特赦之后，还讲了句非常恶心的话是什么呢？当然他讲说川普的赦免美国公平正义什么的，但是最经典的话是，川普总统可能跟中本聪是同一个人，哇！川普可能就是中本聪的本人，这句话真的是在整个社群就炸了。你知道中本聪对于加密币的这个世界来讲是多么伟大的，因为他就是创造今天比特币的人。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这个比特币，所以他一直被称为神的存在，因为根本世界上没有这个人，世界上没有这个人。中本聪就是个代号，他就是比特币的创始人，他就是现在在整个网络世界认为他就是一个精神。那现在把川普当成这个人，他不就是比特币这个精神？比特币信仰这个虚拟货币的上帝吗？他如此听川普的话，如此吹捧川普，因为你看，回到2023年的时候，那时候他被指控洗钱的时候，你知道他非法收入有多少吗？有数十亿美金哦。我们现在讲的都是美金哦，所以他洗了多少钱？那时候他也自己承认一件事情呢，他住在杜拜，虽然他来自中国，但是他帮谁洗钱？你知道，帮独裁国家的个人，哈马斯啦、基地组织啦、伊斯兰等恐怖组织，都是透过他在洗钱转移资金，甚至他那时候还做广告，他员工在《纽约时报》在美国在进行侦查的时候，他员工还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还对外做广告说，现在独资洗钱太难了吗？这个员工说：“来吧，来币安吧，我们有蛋糕给你。”他就专门在替独资跟这些独裁者犯罪。赵长鹏他过去就专门帮这些独裁者、帮这些恐怖分子，被外界形容的恐怖分子，哈马斯这是基地的组织、伊斯兰国，甚至还有其他平台转移资金，所以他是最了解那个钱是怎么转的，而且他名单有谁。他是不会变的，所以他为什么住在杜拜？那时候很长就在怀疑一件事情是，中国光洗到杜拜的钱就有6000亿到9000亿人民币这么多，所以整个交易网络如何做？他是非常清楚了。川普周夫这个人其实有多厉害吗？我们举一个台湾人都知道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很称颂一个台湾的，当然这是负面案例，有个台大学生25岁，都在暗网里面竟然有办法交易，法老竟然赚了30亿、1亿美金的台币。那时候他很厉害啊，在暗网里面可以交易什么古柯碱海洛因安非他命甚至用比特币来交易嘛。你知道最后是谁帮美国政府跟台湾政府抓到他了吗？其实就是赵长鹏的币安，所以他很厉害他做广告专门去独资他很清楚毒贩是什么，所以币安说什么，他其实是他跟美国以及台湾的执法机构成功去破获他
隐身市场。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厉害，可以把法老这到底干了什么？然后台湾警察也太强，原来是靠美国，就不对啊，美国也还好，因为他靠的是币安，他靠的是谁？他靠的是赵长鹏。赵长鹏这等于是赵长鹏的第一站吗？他，所以他是怎么做的？你看哦，他们有层层的防火网啊，层层的洗钱的管道啊。但是在跨国执法的时候，从虚拟货币、数位资产的足迹之下追查，才会成功破获。所以叫数位资产的足迹。什么叫数位资产的足迹？它就是用比特币去洗钱。那洗到哪里？其实币安掌握了相关的证据了，所以赵长鹏多厉害啊！你看他多传奇，他一度是华人世界的首富啊。其实时间非常短，他2017年创立币安的时候，马上被中国大陆给封杀，赶出去嘛，赶出国外新加坡跟杜拜。只用4年的时间，他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所，身价900多亿美金，台币2.9兆，华人首富也就算了，也是世界前10大首富，结果他干的是什么事情？他干的是什么？他自己承认了。当然，彭博商业周刊说他是庞氏骗局，这里还要特别解释，他那时候还告彭博商业，我怕不是骗，他叫做把公司的成长获利置于美国法律之上，来洗钱跟经济制裁，就是我被制裁了，我帮他洗钱啊，帮毒品洗钱啊，所以他是这样创造他的财富，短短4年时间洗出了2.9兆的身价。所以他说什么？我没有骗人，我有洗钱。你可以说我是洗钱的高手、洗钱的大王，但你不能说我骗人。他没骗人，他是洗钱高手。所以他现在最厉害的是什么？他已经变成正义天使的左右手。对川普来讲，他在于下次击败民主党是非常有帮助了，因为币圈人马上说嘛，接下来币安会做什么？全力去狂推川普的 USD1万的稳定币，因为他的世界金融平台就是要卖这个加密币啊。这个加密币的股东是谁？川普他自己，川普的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都是川普家族的，都是川普家族。接下来他也会卖川普所谓的相关的虚拟民营币。但是最重要是什么？接下来民主党要选举了，如果民主党能够回来的话，对这些事情都会变成主力。所以重点是，他也可以帮川普来击败民进党，在金流方面做协助。但是最重要的是，川普对于掌握红色金流会掌握的非常的仔细。对，我们刚刚讲，如果真的这个红色的金流、红色的账本真的被川普抓到，那真的很刺激了。这礼拜4就要谈了，你要拿什么东西去跟人家谈？这其二是什么？最近的中国真的太奇怪，4中全会完，我们知道已经有一波大清洗完之后，现在社会的不安感非常非常重。我的天哪，竟然你看到了北京商场，北京有布条，这布条直接挂起来，我心想我要看一下，那什么字啊？我的天哪，我看到2个绝对不可能会出现的字，他们要自由，他们要自由。对，这是挂在哪里呢？这是挂在北京的三里屯。你知道三里屯是很多商场，还有很多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哦。那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在这个知名的这个球鞋的这个厂牌的外面，竟然挂了2个巨幅的这个白色的字啊，上面写什么？写说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性、反人类的邪教。他们必须将中国人带来无尽的灾难。共产党是邪教。对，然后另外一个写说要开放党禁，自由主党、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然后下面还有署名它的这个所谓的标示是 PQUE 2025。那不管是什么意义结果这个保安呢，马上把这2个巨幅的这个白布条呢，把它收走，把它撕了。对，但是收走的时候，背后来讲的话，还有人什么把它拍照把它。不知道带到哪里去，就是但问题是什么？这个真正写这个巨幅的这个人呢，也没有找到，不知道是谁。但是这个时间点是很特殊的时间点，这个就是中共在开4中全会的时候，竟然有这样的勇士呢，把这2个巨幅的这个白布条呢挂在这个三里屯，而且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现在习近平的经济等于是内部压力非常大，他好不容易顶过4中全会，总是可以找人过来帮忙吧。就发现不对，现在习近平一个人都不敢做相信。为什么？你看到4中全会的闭幕式，拢没人啦，完全都没有人。你不就是候补人直接拉起来，他可以帮你啊，但他现在没有人可以信，他宁愿自己干了。对，你知道这个位置上空那么多人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讯号。对，为什么？一般来讲的话，中共他很喜欢什么？开会的时候大拜拜，大家都坐满满，然后拍手的时候一致然后讲话一致这样子，举手有没有异议？有没有反对的？对，没有反对，对不对？
但是今天这个画面让大家看到了什么意思？就我宁愿让这个位置空下来，也不愿意补人。为什么不愿意补人？因为我补上的人，说不定又什么，过几天又不见了，也不一定就换掉了。那为什么换掉呢？其实代表说整数的一直在进行。那除了贪污腐败是作为名号之外，上来的呢，这些人到底对习近平来讲的话是有用还是没有用啊？你今天来讲的话，他今天就真的是孤家寡人一个、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天来讲根本不相信任何人。这个第3任的任期都是他把的啊！你知道，在第2任开始的时候，因为中共中央委员当中很多各派系的人都要进来，所以每个派系都会推人，比如说共青团推人啊，比如说后来这个江泽民体系的要推人啊。但是呢，他后来在第3届的时候，这些中央委员都是他亲自面试过的。那你亲自面试过的人，结果都出事，你是不是代表说自己也是世人不清？对。那你如果再拉拔人进来的话，那不是也是一样，到时候又被整肃掉？所以干脆来讲的话，我连补都不补了，连演都不演给你看了。今天来讲，就是我孤家寡人自己做决策了。所以今天大家会认为说，他有可能什么？可能是被其他派系斗啊，怎么样之类的啊，自己来讲的话，可能连自己的人都安排不进来，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东西？他可能连大权在握啊，这下面的人来讲的话，干什么事情不关他的事，反正你只是帮我办事而已。对，那我只要讲一句话，你们去办就好了。其他来讲的话，有正的有负的啊，有其他人，我知道啊，就以前来讲的话，他们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中共的任何官职的一个位置上面呢，总共有3个人在 stand by。就什么是3个人 stand by？ 一个人出事，马上一个人补上去，一个出事，所以绝对不是没有人补上。中共的党校、干校一定都有人在补上啊！为什么他宁愿不补？为什么不补？就是因为我要大权，你听我的就好了。对，听我就好，不需要你们了，不需要你们这些这所谓的公务员啊，对他来讲的话，完全来讲，你也是看我在办事，我讲什么你就做什么，也没有人敢的。但是他又讨厌这些人，为什么？他认为说你们拍胸脯保证做什么事情，你们要继续做啊，结果都到最后来讲都落跑，然后也做不成啊，然后贪污腐败了一堆。所以其实这种领导模式也就是他现在中共内部会出现这种问题，一直没办法处理经济问题，处理他的政治问题一股压力锅都在里面的话，不知道哪一天会爆炸。而现在来讲的话，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事情？就是习近平，你没有办法活到150岁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的接班人在哪里？你下面的子弟兵在哪里？完全说真的，枝江新军也好，各个派系也好，每个目前来讲都是扶不起的阿斗。宇轩，现在习近平的压力已经非常非常大，以为4中全会之后稳了，结果还有一些空荡荡的位置，我没有人可以信任。在没有人可以信任之后，经济它又那么差，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之下，中国人民非常的不太爽，非常不太爽之后，我就会烦你。我为了要今天我要把这些人全部都按捺好之后，大内宣比什么都还重要。你看到台湾光复节80周年，结果你中国给我搞什么东西？澎湖海战，你宣传的电影那也就算了，你偷渡什么？你偷渡什么？统一台湾势不可挡，你开什么玩笑啊？赵我这是我今年看到最好笑的笑话。我跟你讲一个道理哈，中国共产党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成立，结果呢，他们竟在脸书上，包括王沪宁哦，包括王毅哦，这些大咖说庆祝台湾光复节80周年，1945年到现在是我们讲的节庆快乐。我想说啊，你国家是49年啊，你给我庆祝45年的事情，你是头壳撞到是不是？但没关系啦，他们庆祝得很开心嘛。来搞一个电影叫做《澎湖海战》，那施琅当时要干嘛呢？他说我大败郑成功，统一台湾，我们要去收复台湾。然后他说这个施琅水军如何如何，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我们讲借壳上市啊。因为他真正只是想要把这8个字念出来而已啊！什么统一台湾势不可挡？不是啊，你在跟我讲说什么啊？你在跟我讲清朝跟明朝的故事啊？最后收复人是谁？收复的是清朝嘛？那谁把清朝给处理掉啊？不就中华民国吗？对不对？啊，你如果要讲这段历史，最后承接的是中华民国，啊，你现在跟我讲说什么台湾光复？你看哦，还天下一个圆满哦，然后找这个易烊千玺啊，在演这个我们讲的施琅。然后最有这个台词，不是嘛？就太硬要了嘛。所以你看哦，当时他们要办这个活动，其实他早有铺陈。在10月25号的时候，国台办其实早就已经讲台湾光复节，而且你知道吗？这时候包括王毅哦，甚至包括王沪宁哦，这些大咖，每个人呢都在举办。所以正好，我在猜他们下一个目的。你知道下一个目的是什么吗？是什么？现在中国是在76年生日快乐，对不对？你知道吗？搞不好他明年直接跳116年，可以这样加，真的直接把中华民国的生日直接抢走了。直接说没有当初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了，你们开心就好了，反正他们就是玩这种自嗨的。包括这几个片段也是最近央视哦。
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对台东部战区空军多架战机升空，检验对重点区域的空中封锁以及准确的打击能力，讲了老半天，然后跟你秀哇，看到台湾了，我们都可以直接打入台湾了，海岸线清晰可见。但是你知道我们国防部说什么吗？24小时内哦，有侦获4架啦，但是3架都是蛮远的哦，在台湾海峡，1架呢在西南空域。那你吹的那么大，说台湾的海岸线清晰可见，换言之，还轰6K 这一张 OK， 以及这一张2张，这个都叫做资料画面，也就是不知道从以前哪里挑来的画面呢，拿来乱放乱用。而且这一张哦，他说这个是轰6K 拍摄到的哦，但我们侦测到他根本没过来啊，我都怀疑一件事情，你是不是拿民航机的照片来用啊？因为他也从头到尾没有照到僚机啊。有没有照到机身啊？很奇怪啊！我想说，你是公布这些画面是怎样？甚至更好笑来了，他刚才讲说，我现在要探案歼敌，我现在要准备要登陆台湾，所以我陆军第72旅的集团军呢，有黄超林英雄连，但是呢，我们要派的不是英雄，你知道派的是什么吗？派的是狗。他说我们有机械狗，但不是机械狗，因为更大只了，所以叫做机械狼。机器狼，对，其实就是比较更厉害了，不是就比较大台而已嘛，大台比较好打嘛。那他就说我们派机械狼，你看精准打击机械狼啊，还有记者在那旁边还分析说这个有什么任务呢？可以当骡子啊，可以装他的弹药，然后呢物资运送，反正他讲说要靠这个东西来去对我们来抢滩。但我讲白话文哈，我们上一节是不是讲到说他们秀了一大堆，包括台湾各地什么台北港啦，以及在屏东啊，卫星图一大堆。你知道那卫星图干嘛吗？他的意思说那就是抢滩的攻击点。然后他现在展示说我们要抢滩的火力跟武力啊，早点呢就把台湾呢给统一掉。但我跟你讲啊，你梦慢慢做，等到呢你敢打的那一天的时候呢，你再记得打电话通知我们。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